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会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信息。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呢，其实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之前和大家提到过的，就是婚恋相关的话题。我觉得其实好多中文的博主都已经提过这个吧，但是呢，我最近有点想提，正好也是因为到年底了。如果我们中国过年呢，大家都会被提到，你到年底了，你今年有没有一些新的成长，对吧？成年之后呢，大家社会、家族对我们的要求，无非就是那么几样，就是中国人这一辈子呢，都要按照既定的这个行程来走。小时候要身体健康，然后读书要读大学，大学之后找到一份工作，那工作了之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就要成家，那成家之后呢，又要生小孩，一代一代的代代相传。就是你只要在中间的某个关键流程里面，你没有跟上大家的脚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被变成一个被抨击的对象。正好到年底了吧，我就感觉呢，大家该相亲的呢就要出门去相亲了。我上一期的视频呢，其实有和大家聊过，最近呢，也是因为我做的各项的小事业呢，都已经慢慢的上正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自己心态放松了一点，我就有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就是露出了一点点，露头了一点点。这也就是无非就是发发自己的漂亮照片，告诉大家啊，我还活着呢，对吧？就包括刚刚我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呢，也有个姐姐过来联系我，说我们本地可能最近有一场表演，问我可不可以参加表演。我想了一下，然后我拒绝了。最近我想要去学习一些新的内容，我拒绝的同时呢，又请求了一点点。我告诉他，我说我想要学某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呢是我们当地一个传统，是一个非遗文化，我特别想学。而这位姐姐她曾经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吧，包括她现在做的工作呢，也是推广这项非遗的。我在拒绝了别人的同时，又请求了某些东西，我好像发现自己呢，好像经常有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是仗着自己比别人年轻一点点啊，总是说姐姐，我想要做这个，可不可以帮帮我啊？但是呢，每次别人想要让我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是很难去凑成。对，是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这次的活动呢，它是应该是一个跨年的活动，让我来出一个表演。去年没有，去年因为我告诉大家我不在国内，我也确实不在国内那段时间。然后前年的时候呢，也有邀请我去表演一个节目。我每次呢，我听到这个邀约的时候，我又会有一点点紧张。我说我能干啥呢？对吧？我又不会什么传统表演，又不会讲相声，又不会演小品，又不会唱歌，我能干啥？去表演中文诗朗诵吗？所以呢，暂时没有做啊。我会认为自己去年离职之后呢，自己一直处于一个 isolation 的状态，中文叫什么呢？孤立的这种状态。我其实差不多就是切断了和外界的所有联系，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了哪里，我做了什么，只有父母还有一两个很亲密很亲密的朋友才知道点点滴滴。所以呢，近期呢，我有和大家重新的建立联系，经常发一些自己的动态，就告诉大家啊，莫妮卡还活着呢。莫妮卡最近呢
又回到苏州了啊。莫妮卡呢最近呢有一些新动作，包括我哪怕就是自己处于这样一个 isolation 1年多的状态，但是我很清楚我自己是没有社交的问题的。我觉得有一些人如果被迫的成为了这种 isolation， 有一点点不好，完全切断了和外界的联系呢，人真的会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状态。我有在前面几期的播客里面提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一个女孩子，她在找工作过程里面，她没有向外界去寻求帮助，最后呢导致了一个悲剧。所以呢，我会觉得如果人的性格是这样一种情况，他其实是需要帮助的。但是呢，我自己我是知道啊，我没有社交的问题，包括就是过去的1年多，我有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有申请学校，去申请工作，对吧？虽然有很多的恶心的时刻发生，但是最终啊，我还是觉得说，我社交上面没有问题，对，就哪怕我找工作的过程里面，我都有认识很多的新的朋友，我会觉得我自己的性格是一种很外向的，我很喜欢交朋友的这样一个人。上一期的视频里面呢，我也有提到，这个做法好像有一点点不好，有一点点不公平，那就是我主动选择了相亲，却从来不把相亲对象作为相亲对象。然后呢，正好前2天，我家里面的亲戚，我的舅舅就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就问我要不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很少在自己的私人的空间里面去发布自己的情感状态，所以呢，就是很多人都会以为我是单身。这个呢，是不是不太好呢？有一点儿吧，我感觉就有一点儿，就是我明明不是单身，但是好像我只要没有结婚，我永远都是一个单身的状态，至少家里面人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的舅舅就想要给我介绍，然后介绍我以前有点排斥，现在呢，就谁给我介绍我都说好啊。本身呢，我现在做的就是一个居家的工作，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和外面的人接触。这时候有一个人会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出门去看看，那不是挺好吗？我又特别喜欢去交朋友的这样一个人，对吧？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呢，就让我联想到上一周我和我的一位女性好朋友，然后联系我们在准备下一次的一起出去玩，一起出行。然后他就突然提到了说要年底了，问我爸妈催不催。我还没有回他，这时候就说他们家他爸爸妈妈又要开始了。他说的这种开始呢，就是家里面的催婚。这个大家就可以看到到年底了，不但是工作上面要出结果1年到头了，你要给公司一个交代，你的工作上面完成了什么，你要做年终总结，在人生大事上面也需要给家庭一个交代。这个是中国的小孩子，我觉得是东亚3国受儒家影响的这个几个国家里面都存在的一个共性吧。只不过日本好像稍微好一点日本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但是呢，在中国还算是一个比较严重或者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成家立业。这个催婚这个事件在中国还是很严重的。我住在苏州，我爸妈也在苏州，但是我这位朋友呢，他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是相对苏州而言的话，一个稍微封闭一点点的城市。这座城市呢，它是中国的4线城市吧，对，但是也在江苏省，就是在北边一点点。这个城市里面呢，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外资企业大多数人都是在体制内工作，就是当地很好很好的工作就一定是体制内工作。我的这位朋友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这个体系里面工作，也是因为他父母或者他们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都是做的相同的工作。
那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呢，就会觉得这份工作不错。但是同时，这份工作也是一个枷锁，它很稳定。有些人追求的这种稳定，但是稳定是有代价的。他大学毕业之后，直到现在，我觉得他相亲应该超过了3位数吧，绝对有，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在20几岁的时候，帮忙介绍的对象呢，一般都是差不多类型的。但是如果你在20几岁没有抓住这个最后的风口的话，那你呢就很容易被剩下来，尤其是小城市。优秀的男性资源是非常稀缺的。我们现在都说这种优秀的男性资源，中国男女比例还是有一点点失衡的。那有这么多的男性，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我们中国呢又崇尚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意思就是说，大家的社会地位、大家的经济水平要相当，这个时候呢就不会有太大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的冲突。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关系吧，就被剩到了现在。这种情况在苏州这种2线城市，或者上海、北京、深圳这种1线大城市呢，很常见。就是大家对于30几岁不结婚、没有对象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经济条件比较好，大家生活的状态呢，周围都是这样子的人，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压力。就比如说我们家就没有，我身边的朋友没结婚的太多了，那我爸妈也不会有什么着急啊之类的，他们自己都觉得只要我开心就好。我的这位朋友他生活在中国就不太一样。我曾经有一次去他家里面玩，因为他一直有告诉我说他爸会骂他不孝，就是说他不结婚，没有谈恋爱，就是找不到对象，结不成婚，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孝的事情。不孝顺，这个是家学说里面一个很传统的一个观念，就会觉得你不孝子孙，你不结婚，你就让父母抬不起头，你让父母丢脸，是一个很不孝的一件大事情。他爸妈一直就是用这种思想来压迫他的。我能理解我的这位朋友他为什么选择不结婚，就是他前期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自己呢这么长时间也没谈过恋爱，就是大学呢浑浑噩噩的没有谈恋爱。大学毕业之后呢，一毕业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开始找工作。找工作呢，找的又是一些很封闭的一些，就是他所有的认识朋友的渠道，就是他如果想要找男朋友的话，就只能通过家长、亲戚来介绍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不能自然而然的通过自己来找对象，不管你是通过什么 Tinder、麦麦，就是这种 app 来去找对象，对吧？这也是一种手段。你如果不能通过自己来找对象的话，你让家里面人、别人来帮你介绍这种对象的话，大概率成不了。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因为恋爱谈的太少了，然后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被莫名其妙的剩到了现在。其实上个月来跟我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起来，就是那到年底了，为什么父母还要说呢？而且都已经到了30几岁了，不结婚那就 OK 了，就是趁着这个最后的青春时光青春我是指就是20-30岁的这种青春时光，那能谈恋爱吗？就谈一谈，谈不到了就算了哟，这个就是命中注定，对吧？就是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他父母还是会骂他不孝。我那一次去他家里面，就是只是因为去他的城市逗留，然后去他家去小住了一个晚上，然后他爸爸就连我也一起骂，本来是在骂他，他妈妈很久没有见到我了，就问我一些情况，说有没有谈恋爱之类的。我就说没有他妈妈就说，那你们为什么找不到对象呢？然后就跟我在聊，说他女儿，也就是我的这个朋友，想了很多也找不到，然后他爸坐在那边看电视，突然看到一半摔了桌子，说你们两个这个不孝
的女儿。我当时听到这个我都很想笑，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看戏的人坐在这里的，就是我会觉得哇，这个场景我是第一次遇到，所以我会有一点点想象，但是设身处地的站在我的朋友的立场上来想一想，每天经受着这种压力，我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嘛？为什么呢？对吧？我很理解我的朋友，我们很注重门当户对这个事情。当你有了这个基准在的时候，你就很难往下看，你至少要看评级的。前几个星期呢，我其实也看了一期的播客，是西班牙人主持的一档播客。这个主持人然后邀请了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几年的一个西班牙人，然后再聊中国现在的科技发展，也讲了一些中国人的婚恋状态。然后这里面他提到了一点，其实非常有意思。他说，因为中国人会做生意，中国人比较注重效率，所以呢，这种注重效率的状态也影响了我们寻找对象的状态。就觉得我和你结婚，我为了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我为了和你组建家庭，我为了一起生小孩，所以呢，我为了这个目标，我要简化所有的程序。我们见一面，然后谈一下条件，你有什么，我有什么，然后看一看对方合不合适，然后呢，就正式的进入谈判，双方的家庭要进入谈判。所有的事情呢，这个过程里面呢，没有任何的情绪，到最终就会变成一场生意，我们来互相的讨价还价，最终呢，完成了这样一个合同的签订，那我们就正式的结为夫妻。他主要想要讲的呢，是我们中国人注重效率这种行为，然后影响到了婚姻状态，对吗？我只能说有一点点片面的，对吧？不能够完全正确。我其实自己对于就是中国的婚恋这个事情呢，也比较模糊。我比较模糊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里面，这是我父母给予我的最宝贵的财产。网络上面各种讨论的父母催婚、家庭催婚、父母原生家庭的悲痛，这些我其实受到的不太多。我们今天只讲婚恋啊。那我父母呢，当初在他们24岁、25岁的时候呢，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算比较大龄了。我爸爸那时候呢，在国企单位里面上班，算是有一个很好的体面的工作。然后呢，通过了一些别人的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了，他们两个人呢也接触了，也处对象了，就开始谈恋爱了。两个人谈恋爱谈了差不多7、8个月之后吧，我爸有一次就回老家，回到我爷爷奶奶家之后，和我妈不联系了。我妈就觉得不对劲呀，然后呢就主动去找我爸问清楚什么情况，但我爸就是有点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后来在他们两个人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妈妈要去见我爷爷奶奶的时候才知道，我爸那次回了老家之后为什么不理我妈了，因为他回老家的时候被安排了相亲。我爷爷奶奶呢给他介绍了一个他们家乡的女孩子，我爸都已经跟人家出门约会去了。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听说我爸骑着自行车带着那个阿姨呢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然后回来呢，这个心情就开始摇摆了。一个是他之前谈了7、8个月的女朋友，一个是刚刚认识的一个相亲对象。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就在摇摆。我妈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在恋爱这个上面呢，她其实是比较有主见的人。然后他就让我爸去他家，然后呢就拉着我爸聊了一整夜，就是具体聊了什么我不太清楚，听说是两个人聊天聊了一夜。聊了一夜之后呢，我爸就下定决心把家里面那位相亲对象给毁掉了，从此之后和我妈认真的谈恋爱，然后在第2年就结婚，我也就出生了。
所以我妈妈一直是抱着这种比较独立的思想，她觉得她的恋爱并不是被父母之言、媒妁之言所约束的，所以她和我爸爸两个人的恋爱经历是比较独立自由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段经历，我父母在我的婚恋态度上面永远都是支持的，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找对象了，你应该结婚了，就是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我的成长环境里面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那我一般谈恋爱了呢，我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会回家通报一声。有一段时间我是和父母住的，我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人，我有一点点开心我都表现在脸上。那比如说我爸妈都能看得出来我最近心情很好，那就是谈恋爱了呀。刚刚才谈恋爱的时候，人都会比较兴奋，天嘛，有说不完的话，有聊不完的天，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太一样。我爸妈也会觉得说，那只要我开心就好，就哪怕我现在作为一个大龄剩女吧，我们家不会讲到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的家庭里面，就是父母都不怎么讲，家庭里面的亲戚也会装出很紧张的样子，或者就是很着急的样子，说啊，你们家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我还找不到对象，我一定要帮忙张罗啊。我们家也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呢，是因为我爸妈选择了远离他们各自的家庭，来到了我现在住的这片区域。就是这片区域呢，和我爸妈的亲戚们家也会离得比较远，大家的工作呢也没有交集，所以就是我们三口之家，我爸爸我妈妈，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整个就算是一个比较独立的状态，独立于整个家族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任何人能管住我，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我提供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让我一直可以比较自由的成长。你看，当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些国家，这些都是稀疏平常的一个状态，对吧？但是其实我的这种成长状态，在中国来讲，算是比较自由的。那我们再回到相亲哦，我身边有女性朋友，她们可能就是在开始相亲之后，相了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网络上面那种奇葩的一些变成笑点式的相亲经历，在他们的相亲过程里面都会出现。他们相到最后呢，他们也变成一个麻木的状态，不会去评价说这个对方到底他人品如何，也不会去试图去理解对方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双方都是一个很麻木的状态。然后呢，女性呢就会从其他方面来说，有一些人他都根本都不尊重对方，可能会表现在头也不洗，也不收拾自己一下，不会打扮自己一下，然后就脏兮兮的、臭烘烘的，然后就来赴约了。有的奇葩的呢，就是出来了之后连杯水都不给喝，就是坐在咖啡馆里面大眼瞪小眼，然后聊个10分钟、20分钟就拜拜，都会有这样的情况。越到后面呢，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能够感受到，其实双方的这种都很挣扎的困境。我的女性朋友，她因为生活在4线的小城市，她的工作极其稳定，她父母的工作也极其稳定。这个工作是一份好工作，但是工作同时也限制了她，限制了他向外发展、向外寻找的一个可能性。他不可能在自己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个工作，会把它放弃掉。所以他能够选择的对象的范围就仅限当地，但是当地适龄的男性都已经结婚了，孩子生下来了，或者说已经离婚了，是一个离异的状态存在的。但是呢，现在就是目前为止，离异的男性还是会比较受鄙视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离异的男性，那给介绍的大多数也是离异的女性。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从来没有结过婚的女性，她第一选择肯定不会去选择这种离过婚的男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啊，就是根本没有那么多就是匹配得上的男性存在，或者就是说你挑着挑着就被挑剩下了，这个是剩女的一个状态吧。关键是你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就一直是被迫的接受了这个剩女的这个称呼的，因为所有人都会不停的告诉你你是剩女，你人生存在在这个城市里面，存在在这个系统里面，所有的标签就是你是大龄剩女，你的工作再好不重要，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是单身，你没有男朋友，你没有结婚，你还没有生小孩，你存在的所有的意义就是要赶紧找到对象，要赶紧结婚，要赶紧生孩子。这就是我的一部分女性朋友们的生存状态。我会觉得好恐怖。他上周跟我联系了之后，就是说到啊，又到年底了，他父母可能会又要开始了新一轮的指责吧。之前去他家里面玩，他爸爸本来是骂我这个朋友的，骂着骂着就是骂上头了啊，来感觉了，连我一起骂，说你爸妈也是，你爸妈为什么不说你呢？之类之类，就噼里啪啦来了一通。我当下的第一感觉是，我很庆幸，我爸妈不会这样，我没有这样一个生存的环境吧。第二件事情呢，我替我的这位女性朋友，哇，父母本来应该是最需要保护自己小孩的这一方，但是呢，这个时候父母是站在外界的和自己的小孩对抗的这一方，我会为我的朋友而感到悲哀，但是同时，这个困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选择的范围实在是太少了，太小了，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一个合适的。然后呢，就是上周我听到他这样讲了之后，我其实也想问一问，因为我不生活在那个城市，我也不太清楚。我说，那比如说系统里面跟你状况差不多的，那没有其他女孩子吗？我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凡这个城市里面有和我同样一批的女性存在，我就不是孤立无援的，我不是那个特殊的存在，那我还是普普通通人里面的一员呀。所以呢，我就不需要那么纠结，对吧？我也是人，还有人跟我一样的，对吧？天塌了有高个子的顶着，我害怕什么呢？也有人是我这样啊。如果是我父母再接着说我了，我说那人家也这样啊，对吧？就是找不到嘛，也有其他人这样的，又不是就我特殊。我是这样想的，我是会经常会安慰自己的一个人。我爸妈也会有这样的，就是安慰自己的一套话术吧。我会感觉的，我结不成婚，我没有结婚，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女孩子都没有结婚呐，所以她们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就会觉得啊，只有我女儿这样了。我爸妈其实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我是很像的，这个是我一个单身女性朋友的一个状态。那还有另外一个女性和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面的这位女性，她的状况又会特殊一点。她是离了婚了，而且她是生过小孩的，她是生育过的，但是呢，孩子呢她没有要，孩子被判给了前夫。2、3岁的小孩一般是会判给母亲的，很少会被判给男方。但是呢，我这位女性朋友的父母坚决不许她要小孩。男方一开始跟她争了之后，她父母就很痛快的就让她甩手，不让她要小孩。因为如果是一个离过婚带小孩的女性，二婚会很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因为她如果要了小孩，她的工作肯定是受限的。她的父母，这个女性朋友的父母不想要承担责任。在中国，祖父辈来带小孩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如果你自己是一个职业女性，你是有工作的，那你没有办法照顾到小朋友的方方面面。如果上幼儿园，幼儿园下午3点钟就已经放学了，这个时候你的工作要5点钟才下班呢，这个时候谁去带小孩呢？
一般情况下都是，如果是结婚的话，肯定不是男方的父母来帮忙，就是女方的父母来帮忙。但是呢，我这位女性的朋友的父母是坚决不同意要带小孩的，就是说不带，不肯带，也不肯做，坚决不做这样的事情。那她也考虑了一下，自己实在没有情况来带这个小孩，所以呢，就放弃了自己女儿的抚养权。但是她也很痛苦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她现在在相亲市场上面的状况的话，跟她相亲的对象都是离异的，有可能是离异带小孩的，有可能是离异不带小孩的。但是我听说下来，她目前相亲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孩子被判给了女方的一些男性的对象，还是对婚姻抱着向往的，还是希望再生一胎的。这个时候我也看到了结构性的困境，我不评价。我就觉得，在他们的认知范围里面，可能这是一种对抗未来孤独、对抗未来的一种风险的一种方式吧。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评价。那我自己来讲呢，我之前有和大家提过，我喜欢相亲，但是呢，我从来不会和相亲对象谈恋爱，因为我从一开始相亲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局外人的位置上面。虽然对相亲对象有一点点，对相亲对象有一点点不公平，但是就交朋友嘛，对吧？那给我介绍的人都已经说了，哎，你就当去见个朋友，我也不需要有什么情绪的负担，我只是作为自己，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啊，我没有告知全部的事情。Anyway，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呢，也差不多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是相亲了一位男孩子。我会觉得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结构性的困境，我不知道该要如何评价。这位男孩子的情况呢也比较特殊，他之前谈恋爱谈的比较正常，然后呢就是也分手了，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分了手，具体情况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去年他们家庭里面出现了一些大事，就是他的妈妈病倒了，是很严重的心脏病，从 ICU 里面就是住了可能有2-3个月，出来了之后又恢复了半年，这半年时间呢一直都是他在照顾。还好他的工作呢就是不需要那种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那种工作，就是和我 BD 很像，会经常出差啊，或者经常就是不需要坐办公室的那种。所以呢他有这样的时间来照顾他妈妈，把他妈妈就是从死神的边缘拽了回来，就是悉心的照料，是一个很孝顺的一个男孩子。我们在相亲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吃饭然后聊天，我听到了他说他过去的1年基本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直接点名了，我说那你就很着急结婚呀？他说是的。他觉得那我已经这么直接了，他就开始来输出他的一些观点。我再介绍一下他们家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的爸爸也有心脏病，就是他妈妈的心脏病特别严重，都已经差点去世。那他爸爸呢，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心脏病的患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爸爸不能够照顾他妈妈，而需要他来全部的照料的一个原因。那我都已经听说了，就是你们家的情况就是有2个病患，有2个患者，然后呢你自己本身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他现在他想要找个对象，他想要赶快结婚，就是因为他很害怕他爸爸妈妈死去之前看不到他成家立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他想要让他爸妈在死之前抱上小孩，抱上孙子。这个就很微妙了呀。如果以前换做就是10年前、20年前，直接相亲的时候直接告诉对方说，我就是想要快点结婚生小孩，我觉得女孩子这个时候都挑不出来错，因为大家都已经坐在相亲桌子，都已经坐在谈判桌子上面，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组建家庭然后生小孩，按照一个普通人的正常路径来生活，在10年前、20年前都是成立的。可是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呀，又包括在1线城市、2线城市，
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可以自己去挣钱，自己去养活自己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你直接上来告诉我说，我不是需要你这个人，我需要的是你身上的某个器官，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但凡有一点点女性解放思想的人都不会很开心吧。我会觉得呀，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他一直在相亲他找不到的一个原因嘛。然后呢，这位男孩子听到我直接点出来，就是说啊，你就想赶快结婚，赶快生孩子。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在当下就觉得啊，我理解他。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一直拉着我，试图来给我讲述他的一些理论吧。他的思想的中心就是，他觉得先婚后爱是可以的，我们先结婚，先把孩子生了，我们再来培养感情是可以的。我特别记得，就是因为当我知道他主要的需求之后，知道这个人的故事，他为什么现在他想要相亲的一个主要目的之后呢，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我觉得再听再多的故事都已经快要变成负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提出了说啊，我要回家了，你送我回家吧。然后呢，这个时候我特别记得，就是从那个饭店走到停车场的这段路上面的10分钟，他一直在试图利用这个最后的10分钟来跟我讲他的理论，就是说先婚后爱，他觉得先婚后爱是可以的。他然后跟我讲到他爸爸妈妈那个年纪呢，本来也没有爱情，就是家里面安排了结婚，就安排了相亲，第一次见了一下面，第二次呢就直接结婚了。他觉得他爸爸妈妈相濡以沫这么多年，都保持着一个很好的婚姻状态，他觉得是完全可以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反感了。我会觉得我理解你，是因为我作为一个人，我理解你，你想要这样的，但是你现在是试图用一些歪门邪道的理论来迫使我，这个才叫 fraud， 对吧？这个时候就是利用这一套诈骗理论来想要骗取我身上的某个器官呀。我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我心里面那个警报声就响了很大声，然后我就觉得啊，我不想说话，对，我就不想说话。然后这个男孩子把我送回家之后，我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本来呢，我很喜欢相亲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特别想谈恋爱的女孩子，优秀，超级优秀，我的妈呀，怎么能够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呢？工作的这种态度，就是包括自己对人生的一些规划，都是我特别想要学习的一点。我就觉得啊，在这方面我永远都赶不上他们。我为什么之前我工作压力特别那么大呢？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标杆在我身边啊，我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女性，我也想要成为她们那样，去挣更多的钱，然后去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去选择更好的公司，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我真的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同时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吧，就是人生就是这样患得患失的。你把全部的精力投放到工作上面之后呢，你可能其他方面呢，或者其他方面的能力就会弱一点。再加上现在的婚恋市场确实不容乐观，他们都是在上海啊，就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对象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就趁着这个相亲的空档去认识一些男生，如果合适的话，我也可以介绍给我的女性朋友们。我当时真的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那你说这个男性，我会把他试图去介绍给我其他的女孩子吗？我会觉得，这个我也在思考。就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大雷啊，这个才是真的雷吧。关键是我去年呢，我自己也在混乱，我的工作方面啊，我其他的人生、其他事业的受阻吧，我还在纠结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和这个男性他就不联系了。隔了1个多月吧，就是中间人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男性朋友，他就过来问我说，哎，这个男孩子呢挺优秀的，要身高嘛有身高，要工作嘛要工作，对吧？人也很温柔，对吧？你说烧菜烧饭，什么照顾家庭，这些都不在话下，为什么就是这么难找对象呢？这个就是我希望提到的他的结构性困境。
我会觉得然后呢就很坦诚的跟我这位男性朋友在讲，我说首先是一个基因的问题吧，就是哪怕这个男生我当时在相亲的见面第一面的时候，我有问过他，我说啊，你爸爸妈妈都有心脏的问题，你有去医院检查吗？因为你这个是高危人群呀，有这个基因的影响。他说他去查过了，他没有问题，但是基因在这儿呢呀。我回复我这位朋友的时候，就是中间人朋友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基因呢是改变不了的。那他现在说他身体很好，但是谁能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好呢？我刚刚其实在谈到另外一个女性的困境的时候，也有提到，在中国呢，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后是需要两方的父母有一方来帮忙带小孩的。那其实在这位男生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家里面完全就没有提供到这样的注意。我能够想到的这个天平的两端现在是这样的，女生提供了子宫，女生提供了自己的家里面的资源，父母的免费的资源，提供了一半的资金的资源。这个时候男性只是提供了一个精子而已，这笔买卖怎么算它都是不划算的呀，对吧？我会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是一个大雷的原因，是因为那小孩呢，那下一代呢，你们家这种基因的话，也有可能啊，这个男孩子他没有遗传到，但是你非得强行的再生育下一代，你的小孩如果有问题呢，对吧？我是一个风险厌恶型的人啊，包括我投资、我理财，我都是风险厌恶型的，没有办法，这是我自己的所以我就说嘛，我一直是特别理解我自己的。但是同时，那你说我自己都觉得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哪怕其他条件再好，但是这个风险是我觉得一个未知的一个很大的风险的话，我会介绍给我的女性朋友们吗？我也不会，但是如果我是我是作为他的朋友，当时我甚至跟我的这位就是男性朋友在聊到这位男生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我其实呢，在和他见面的第一面的最后，我就已经设身处地的有帮他在想过，我说如果这个人是我的一个哥哥，是我家里面的一个很亲近的亲戚。或者就是我身边一个特别好的男性朋友，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是无解的啊，我觉得是无解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在我小小的脑袋里面，我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我是一个长了2条腿的人，我可以逃呀，我可以规避这个风险，所以呢，我会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困境所在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到说这个彩礼的问题啊。我们苏州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和这位男孩子他这个肯定不行的一个原因啊。我现在来讲一下我们苏州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结婚的一个现象，叫两头婚。两头婚呢，它意思就是不婚不嫁，就是男方没有娶你过来，女孩子也不是嫁人。那按照以前的那种说法，就是女孩子嫁出门了，就是从娘家嫁出来了之后呢，她有点类似于一个财产一样的，就变成了一个男方家的财产了。这个时候呢，男方如果想要娶这个女孩子的话，会要付钱，就是要付一笔费用。这个费用呢，就是彩礼。以前呢，这么多年呢，就是这么下来的一个彩礼的问题。那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近些年呢，就我们苏州地区流行的这种两头婚的情况，它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独生女，尤其是独生女。就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孩，那比如说我爸妈从来没有因为我的性别问题而去质疑过一些什么啊，因为我是女孩，
所以就不让我去学钢琴，不让我去上好大学，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没有任何性别存在的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孩子，就是培养长大的这样一个小孩。所以呢，就是家家户户都是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女方呢，她不希望有那种我是卖女儿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苏州地区呢，一开始是想要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存在说啊，我不嫁女儿。但是彩礼收不收呢？收的，就是男方可能呢给出一个象征性的彩礼，可能拿出个18.8万的这个彩礼出来。但是这个18.8万不是给到女方的父母的，女方家也会提出一个嫁妆，有的时候甚至都会比男方的彩礼还要高的嫁妆。我身边有很多这种情况的，就是因为女方家的条件水平某种程度上要比男方还要好一点，这个时候呢，女方的父母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未来可能会受到任何的委屈，可能会给出一个28.8万的嫁妆。就是男方给出的这个18.8万和女方给出的这个28.8万的嫁妆、彩礼和嫁妆，同时呢都被小夫妻带到了新的家庭里面。这个呢就是两头婚对于彩礼的分配的一个情况的一个现状。但是同时呢，在结婚之前，双方的父母，这个时候小夫妻就像透明人一样，双方的父母会坐在一起像个谈判一样，各自的小孩未来要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了。这个新的家庭呢，就是一个公司。这个时候呢，两方的董事会就要坐在一起开会我们要成立了一个新的合资公司。这个合资公司呢，最重要的问题是，就未来的收益，在这个新家庭里面呢，就是要生出第3代，对吧？要生小孩了。我们两头婚是一定要生2个小孩的，对。两头婚要生2个小孩，为什么要生2个小孩呢？一个小孩要跟着男方姓，一个小孩要跟着女方姓。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女方的家庭会觉得我们家没有嫁女儿，我们家还有香火传承，我们家还是有后代的。这个时候呢，就跟着男方姓的小孩就由男方的父母抚养，跟着女方姓的这个小孩就由女方的父母抚养。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住在同一个小区，小朋友们放学之后，爷爷奶奶只带跟着他们姓的那个小孩，外公外婆只带那个跟着女方姓的这个小孩，就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我之前也有去问过我的一位朋友，我说那你们小夫妻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说在两边各自的小孩在两边吃完饭以后呢，然后会回到爸爸妈妈的家里面和爸爸妈妈一起睡觉。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呢，爸爸妈妈工作也很忙，爸爸妈妈也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对吧？这个时候很多很多的情况还是由两方的老人在带各自的小孩的。可能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爸爸妈妈会带着2个小孩一起出去玩。这个在我们苏州近几年特别流行，到处都是这样的状况。我的一些朋友说起来这种事情的话，尤其女性他们会觉得很自豪，就会很自豪。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哇，生育的这种损害，就是男方家又没有出彩礼，这不是免费得到了一个小孩吗？如果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男方付的彩礼是买断了女方的这个子宫的使用权呀，是为了男方家来生育一个孩子，来延续香火的呀。你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负担了这个女生未来的一个生育的代价，对吧？就是你这个彩礼买的是一个生育的代价，你可以从这种理性的、这种道德的角度来讲这样一个现状，对吧？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情况是，这笔钱女性根本就没有使用到，因为彩礼由女方的父母拿过去了，可能去资助她的哥哥，去资助她的弟弟了，去用掉了，这个完全是卖女儿的一种情况。但是在我们这种两头婚的情况下，女孩子得到了什么呢？
这个也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我会觉得说，哇，这个女孩子得到了什么呢？但是呢，我同时又觉得，不管这个婚姻的模式是如何的，只要小夫妻生活的开心，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婚姻它的存续还是有价值的啊。那至少就是大家都有这种组建家庭的心情和愿望，那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合资公司，那完成了这样一个项目，那它是好的。但是如果离婚了之后呢？现在有很多离婚的呀。那离婚了之后呢？男方肯定是要那个跟着他们姓的那个小孩的。这个时候，你之前没有做任何的风险预案呀，对吧？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呢？不就是免费帮别人代孕了一个小孩吗？就包括我之前提到的那位女性朋友，她离婚了之后没有要自己的小孩，对吧？她就是免费的为男方，就是免费的为男方代孕了一个小孩。他们家也是没有彩礼的，因为那个男方家的条件一般般，然后呢，再加上她是我们苏州本地的女孩，然后呢，就父母当时就会觉得说，不需要吧，就是现在一个状况。我会觉得过去的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包括现在这种婚恋的状态，让我就是也产生了就是这种怀疑。那生育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所以我从小到大，不管是在20年前、30年前，我身边的各种各样的故事经历，就是影响了我。我从十几岁、20几岁的时候，我一直有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母亲，但是我的这种幻想里面从来没有男性的出现，哪怕我现在我一直在谈恋爱，但是呢，我就是隐隐约约会觉得啊，婚姻有点不太公平，婚姻这个事情很微妙，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安全的平衡点啊，我目前是没有的。我之前有收到过求婚，让我是很惊吓的那种状态，对，我超级惊吓。但是呢，又同时我求爱不成，就是我特别想要结婚的对象，别人不想要和我结婚，然后我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吧。然后呢，过去2、3年，我的朋友们相继离婚之后，也让我也变得更加理性一点，就会理性的思考。婚姻到底还需要吗？对吧？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未知数吧，我没有把它画上句号，就觉得说我一定不需要，或者我一定需要。我还是在这样一个思考的过程里面，同时呢，我也会觉得，就是时间会告诉我答案。就是我可能未来遇到某一个人，我就是知道我一定会和他结婚的。等到那个时候再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了。我就是觉得结婚的状态是你两个人谈恋爱谈到一个程度，就是你们两个人有关系，然后到了某一个节点，一个 milestone，然后在这个节点上面，你们选择了对互相的一个承诺，然后去做法律上面的一个公证，结为夫妻，领结婚证正式的成为夫妻。就是变成了这种状态。我一直都觉得这是感情或者你们人生的某一个决定，在自然而然的过程里面做到的一个事情，而非是两个人像个配种一样坐在一起，我都不认识你，我们就要来谈合作，我们要来创建一个公司。所以这件事情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认识得很清楚，我就是很反感相亲，我从年轻的时候很反感相亲，就是因为这个。再包括就是谈恋爱的过程里面呢，我很少去提及未来很远很远的事情。你的父母怎么样？你的父母同不同意？看不看得上了我啊？我的父母认不认同你？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在我们两个人的感情都不稳定的时候，我都没有完完全全的接受你的情况下，就已经要把相关的人员拉进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
今天这一期呢，就是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身边的一些中国人的婚恋观，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苏州本地一种特殊的婚姻模式吧，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一个现象吧。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包括我自己作为一个局中人，对吧？我这个时候我都不是局外人，我作为一个局中人，我其实自己也有很多的思考，我自己呢也觉得很好玩儿，我都会觉得就是哇，世界还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包括我其实昨天我昨天呢我还收到了我舅舅给我的发的短信呢。因为年底了嘛，对吧？年底了，我舅舅然后呢就跟我说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要不要啊？我说好的呀，我一般就是别人这么说嘛，我都会很给面子的说好的呀。然后呢，我舅舅就说这是我的一位好兄弟，年纪多大，本地人，工作是什么？再讲一下有没有婚史。然后呢我就回去我说丑不丑，秃不秃，为啥离婚呢？然后我就只回了一个不丑不秃，然后最关键的问题他没有回复我，就是为啥离婚呢？他没有回复我。我的舅舅呢，其实是和我同龄人，他年纪和我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呢辈分比我大一点，就会很有意思我还是保持着这样一个开放的心态去认识一些人我是交朋友的一种心态去的。相亲是我交朋友的一个方式，相亲也是我探索世界的一个渠道吧。我会觉得哇，还蛮有意思的，认识了一个新的人，听了一些新的故事，对吧？那也有可能呢，我知道这个人可能适合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呢。对这个是一个成年人的思维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我想到了这一层，我现在就是一个成年人了，还蛮好的。大家就交朋友嘛，对吧？人生漫长，多无聊，人生漫长，好无聊哦。好的，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下一期的视频呢，想要和大家讲一讲其他方面吧，不讲什么婚恋之类的，没有什么意思，就感觉下一期呢，我不想要和大家讲社会议题，想要讲一讲比较开心的事情。我在旅途里面认识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人我会觉得我直到现在和一些人还保持着联系，我会觉得哇很好。我总是在路上可以捡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对，我们说捡捡是一个很可爱的动词，就相当于说我们在路上是随机的碰到的这位朋友。好的，那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个地方，感谢大家这1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